OK，我们今天来讲讲甲骨文语音如何救砖。什么是救砖呢？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我们的 VPS 失联无法启动。我们现在要把它救活。那有很多小伙伴说，你失联了，你重装不就完了？你重新开机。有这种想法的小伙伴呢，一定是很少玩甲骨文云的甲骨文云这边呢，你辛辛苦苦获得的机器你删掉了，再开新的实力几乎是很难手动开启的。为什么有很多小伙伴机器变砖了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再获得新的机器的难度就很大，才会有救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要不然我删了这台机器，我再开就开不出来了。这种方法是有一些门槛的。首先大家最好是拥有2台机器再去折腾，就尺度大一点，比方说滴滴装一些 BBR 容易失联的这些，你再去这样操作，就是2台可以互相来完成救援。你先有一台，你先用着，然后你再开一台的时候，不管你开 AMD、ARM， 其实都可以完成我们今天的救援活动。这个 AU2 就默认它是失联的机器，然后这一台呢是 OK 的机器，你先把它停止了，不需要关闭电源，停止就可以了。可以看到我鼠标划过的地方，这块是已停止。往下滑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引导卷，我们需要把它这个系统盘给它剥离开，跟它这个实例分离，点这个点，然后确定分离，点击确定。这个也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失联的机器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引导卷剥离出来，看到它现在已分离的状态。好，我们现在失联的这台机器呢已经被我们停止了，并且分离了。我们先进入到可以登录的这台 VPS 上，不管你是 AMD 的还是 ARM 架构的都可以。点这个实例进去，滑到最底下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附加存储块，然后我们这边添加一下，我们把刚才分离的那个卷加到这台机器上。下面呢选择半虚拟化与我们正常的实例对接，读写我们给它权限，我们点击附加。当前的状态呢是正在附加，我们稍等片刻。相当于正常的 VPS 现在有2个卷，一个是自身的引导卷，还有一个失联机器的引导卷。我们现在就要连接这台正常的 VPS， 通过 SSH 的方式连接。来看一下我们的引导卷有没有添加成功。好，右键进来，回车。我们发现这是我们自己的150G 的硬盘，还有一个是46G 的硬盘，就是我们刚才附加的这个，就是我们失联机器的引导卷。现在我们有2个卷，使用这个命令，首先你去安装一下后台运行的工具。 SSH 断开了，我同样也可以使用救援。这个后台工具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先开启一个工作区，下面变成绿的就表明你已经进入到这个后台空间里了。此时你在这里面的操作不受你 SSH 断开连接的影响，它都会在这个地方运行。可以看到，如果你是要救援 ARM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乌邦图的 18.04 的这个镜像包。 AMD 的机器失联了，那你就可以用这个 AMD 的乌邦图 18.04， 因为 AMD 的话最近热门区域也同样开不出来，所以也是比较紧俏的。好，如果你是 ARM 的机器的话，我建议大家使用 Debian 10的精简版镜像，这个还原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来执行一下。首先你去下载一下这个镜像资源，这个是大神存储的一个镜像包，我们右键把这个镜像包下载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这个命令，把我们的镜像包填充到我们失联的引导卷中。附加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为什么有必要让大家进入到这个后台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摁 Ctrl B， 然后单独摁一下 D， 我们就退出了工作区。那我们这个时候关闭我们的 SSH， 它依然在你的 VPS 上后台帮我们解压的。那我们刚才是通过这个命令创建了一个工作区，那我们现在用这个命令回到之前的空间，我们发现它依然在后台帮我们做解压，等待个10分钟左右。我们搭便10的包其实是比较小的，它其实10分钟以内就已经解压完毕了。回到甲骨文云的后台，那我们现在把失联机器的引导卷从我们正常机器卸载下来，这边点3个点，分离，确定。
那它就瞬间消失了。好，我们回到实例页面，然后我们点这个失联的机器，我们继续回到引导卷这里面，现在是已分离，对吧？把它添加回我们的失联机器，让我们失联的机器就是重回正常的状态。好，这边已附加成功，我们回到上面，现在是停止状态，我们就可以启动它了。正常启动，并且正在运行。CMD ping 一下这个 IP， 还没那么快已经通了。我们现在可以正常连接。它这块让我们输入密码，密码是什么呢？装的打扁10，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密码，我把它复制一下。好了，我已经正常的连接上了，我们给它一个新密码。好，先装一下我们的 CURL 运行科技栏的脚本。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13里头有一个8Y， 选择2，乌邦图的 20.04， 打扁10直接到打扁12是有问题的，会失联，曲线救国一下，整到乌邦图 20.04 上，给它一个密码。好了，它现在开始解压滴滴包，重新安装我们的系统。这块呢，大概要等个10分钟。救援好以后，我们如何把它整到我们想要的系统，也是门学问。回到甲骨文云的后台，我们可以到后台去看一下它的进度。这时候我最近才发现的，甲骨文云这边有自己的 VNC， 点击一下甲骨文云的 shell。好，我们把这个拉长放大。我们以前呢是不太清楚它后台运行的一个什么情况，这个对我们了解滴滴的过程是非常直观的。希望每一个小伙伴在滴滴系统的时候都来甲骨文云后台看一看。如果你发现很长时间了，你的机器还连不上，那你就来后台转一转。好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滴滴的乌邦图 20.04 的安装过程。像很多 VPS 厂商呢都有 VNC 的直连选项，来看到你重装系统的过程。乌邦图 20.04 呢还是比较偏旧的系统，所以它的安装引导页面做的相对简陋，这个 6% 这块会卡很长时间。已经过去了10分钟了，它还在装。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再从乌班图装到打扁上的速度就非常快了。有了这样的可视化的了解重装过程我们不再瞎子过河的一样盲目的不知道，所以比较焦躁的情况不太会出现了。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loading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 SSH 进行登录了我们可以正常的连接了。刚才设定的，但是现在还没完，因为我们最终是要装打扁12的。选择8，一键安装，选择 Y1，打扁12。那这一次滴滴呢就能达到我们最终的一个形态，真正意义上的把它救到了我们想要的系统。那对我来说，最新的系统永远是有着魅力的。打扁的安装界面就比较酷炫了。当然能给到你一个图形化的界面已经很不错了。这一波重装快得飞起，那我们就算到头了。我们通过挂载引导卷的方式把我们这台失联的机器救活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